穿越百年，我虽没能有机会踏足仙道，但能在这举目无亲的异世开枝散叶，我这一生也算圆满了。叶家家主叶长安何在？这是谁家闺女啊？竟然在叶老太爷的寿宴上直呼其名！我认出来了，是她，柳家家主的孙女柳如烟。我称如烟大帝虽迟但到。瞎说什么？不要命了？人家可是太玄圣女，让她听见你背后蛐蛐，你就死定了。你是何人？我是太玄圣女柳如烟，今日前来是通知你，我与叶家的婚约作废。作废？这婚约是萧炎的父亲与你父亲一同定下的，叶家已经下了聘礼，你一句话就说让婚约作废，不合适吧？我不是在与你商量，如果我和叶岩都是普通人，婚约我自会认，但我觉醒了先天道体，当选太玄圣女，从今往后，我与叶岩只会是两个世界的人。太玄圣女啊，传说中的太玄圣地啊，她竟然觉醒了先天道体。这么看来，叶岩确实配不上他。可当初柳家落难，若不是叶老太爷出手，柳家早就衰亡了。柳如烟非在人家大寿宴上来退婚，有点忒不地道了。聒噪！今日叶家要么答应退婚，要么灭门。灭门？你虽是先天道体，但孤身一人在我叶家如此嚣张，不妥吧？叶家虽无修行血脉，但也算富甲一方，家中筑基巅峰的供奉还是有几位的。就凭他们，废话少说，退婚还是灭门？生了，老爷，酒坊的二少夫人生了，是个小千金。终于。丁，宿主家族成员数量超过100人，多嘴多福系统正式激活。丁，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获得金丹期巅峰修为，获得法宝斩仙剑，上等灵石1000万枚。既然你不选，那我替你选，动手一个不留。老夫上了年纪，听力不太好，麻烦各位把刚才的话重新说一遍。你们要灭水满门。你隐藏了修为，你是金丹巅峰。柳家收了我叶家聘礼，就算退婚，不该由你来退，更不该如此咄咄逼人。金丹而已，神识便没有。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以二敌一，怕得不成？是。什么？抱歉，让诸位见笑了。柳家闺女退婚的事儿，回去让你家大人来谈。区区金丹也配叫嚣？护道人何在？什么人？一介金坛老野也敢跟我家圣女叫嚣？本座太玄圣地长老费云，今日开禁，屠一城，灭一族，让这天下人知道饶了太玄圣女的下场。这是元婴讲者，完了！叶家招惹太玄圣地，我们也要跟着遭受无妄之灾啊！这一下死定了。一个元婴初期，在那儿叽叽咕咕说什么呢？有什么话跟我的斩仙剑说吧。今日大寿，我本不想杀人。金丹斩元婴，你的实力的确出乎我意料。我太玄圣地老祖如今正在闭关，今日你若敢动我，待他3年后出关，我家老祖必灭你满门。柳如烟，你被欺人太甚了。叶家现在的确不如太玄圣地，30年河西，30年河东，其少年穷。说得好，不过不用30年，3年就够了。你家老祖不是闭关3年吗？那我便等他3年。3年后，叶长安亲自拜山，踏破你太玄圣地，灭你满门。放肆！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老夫自然知道。今日我不杀你，留你性命，回去转告3年后叶长安亲自拜山，言送客。柳姑娘，
请吧。老祖正在闭关，我不可能是叶长安的对手，眼下不宜惹是生非，先回去将此事禀告师门。哼，我就算走，也不必你这废物来送。叶长安，你今天的话我记下来，3年之后，你若不来，叶子一个不留。诸位受惊了，今日宴会到此为止，叶家便不留各位了。叶家子孙上前，太玄宗之事无需多想，老夫自会妥善解决。从今天开始，叶家所有人给我全力开枝散叶，无论哪一方，多拿一切，将1000灵石，为我叶家多添1人，奖励1万灵石。另外，对外公开宣布，我叶家要大扩门庭，凡是有愿意将女儿嫁进叶家的，聘礼翻倍，系统奖励的灵石不用白不用，正常修炼3年，我绝不可能是太玄老祖的对手。想要变强，只有让孩子们加把劲儿了。只要多生孩子，灵石老夫有的是。叶家所有人听令，给我生！丁，在宿主的不懈努力下，家族成员数量超过200人，奖励发放中。丁，恭喜宿主获得元婴期巅峰修为，上等灵石5000万。这就是元婴期巅峰的感觉吗？太快了！从金丹到元婴，哪怕是顶级天才妖孽，也要几10年苦修，而我只用了1年，果然还是要多生孩子呀！爷爷，出事了！怎么回事？七叔家前几个月出生的第3代子孙叶凡，刚才凭一己之力吸干了城里的聚灵火。3大家族不满，联手请来了一位元婴巅峰大能，说让叶家交出叶凡，不然就踏平叶家。踏平叶家？走，带老夫过去，老夫看看怎么个事儿。叶家家主何在？给我出来！交出叶凡，补偿聚灵火损失，否则今日我等绝不善罢甘休。跟他们费什么话？直接动手得了。叶长安不过金丹，我等有天元前辈坐镇，不如直接灭了叶家。我叶家元婴后期，你修为不易，现在离开，饶你不死。1年前斩了个元婴初期，真以为自己有什么本事了？哦，本座早就知道你的底细，无非是靠一把飞剑罢了。特地为你准备了这禁兵大阵，阵法之内无法动用任何法宝。叶长安，3大家族要退回，岂会毫无准备而来？今天你叶家不想被灭，就老老实实把叶凡交出来。你确定？哼，装神弄鬼！这1年，3大家族早就查清了你的底细。现在跪下，饶你不死！什么？怎么可能？他1年前还是金丹巅峰，现在怎么可能进入元婴巅峰？我自问平时对3大家族并不差。你想干什么？你们要灭我叶家，出招我都接了，现在该各位想想，能否承受老夫的怒火了。爷爷，这些人斩草当除根。是。让家里的几个供奉走一趟，另外传我命令，让你伯伯们去我房间开会。明白。爹，你找我们？其他人呢？老2、老3、老4、老5去隔壁长科城采购了，老6跟老8在负责方氏的生意。忙，都忙，忙点好啊！没来的，你们回去转告，从今天开始，不光第3代的孩子们要努力纳妾生子，第2代的也给老夫努力，把开枝散叶当成人生第1件大事。刚才查询，系统的下次奖励需要家族人口达到500人，照现在的速度还远远不够。哎呀，爹，我们……爹，您放过我们吧，我可都70了。昨天起夜，
我连撒尿都得头顶着墙，让我纳妾。爹，您饶了我吧！让你们生就生，这么多借口，生不出孩子的时候多想想，为什么别人能生？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呀？哎呀，爹，这是努不努力的问题吗？我们连修行者都不是，就算想生，也没这功能了呀。就是啊，爹，我们都是凡人，跟您元婴期修士体质可没法比。您行，您上啊！有道理，我儿言之有理。既然你们指望不上了，那老夫也只好亲自上阵了。不是，爹，你是这个？行了，老夫先自己上阵。不过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倒是提醒我了，如今叶家日益强大，家族中也不能只有老夫一个修仙者。去府库自己领灵石，去买适合你们体质的修行功法。修为可以用灵石丹药堆起来，先把体质养好再说。总是向你索取，却不养好身体，然后继续给我叶家添枝散叶。吩咐你的事儿可明白了啊？家主放心，明日起我就去城中还有周围的城池，帮您物色合适的姑娘。去吧，老夫也算是嚼嫩草了，彩礼嘛就照多了给。是。怎么又想起他了？当初之事只能当作南柯一梦，眼下还是多生孩子，提升实力要紧。太玄圣地可不等人呢。闭关3载，终于踏入渡劫期，痛快，痛快！恭喜老祖！老祖，弟子有事要禀告。嫣儿，你是太玄圣女，更是本座关门弟子，与我之间不必如此拘谨，有什么事尽管说来。放肆！岂有此理！区区金丹竟敢如此，找死！来人，弟子在。云无极，你是嫣儿的大师兄，本座闭关前让你代管太玄圣地。师妹被人欺负，已经不直接出手灭了那叶家，让她受了整整3年的委屈。本座平日就是这般教你的。弟子废话少说，本座不希望未央城叶家有人能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是。老七的孙媳妇进产房了，加上前2天老二的重孙媳妇刚生了，500人的阶段任务，今天应该就能完成了。太爷爷，我们来捡球，小19参见玄祖。乖，都是好孩子，有没有好好修行，强身健体呀？我们马上就去。很好，你们记住，只有从小努力，养成一副好身体，长大以后才有更多精力为叶家开枝散叶。叮，在宿主的不懈努力下，家族成员数量超过500人，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化神期巅峰修为，上等灵石5亿。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身体好像发生了某种变化，感觉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我体内滋生。叮，恭喜宿主的家族中诞生了首位拥有至尊骨的天骄后代，触发额外奖励。恭喜宿主获得荒古至尊圣体，恭喜宿主获得渡劫期修为体验卡1张。也就是说，我的变化与荒古至尊圣体。等等，你刚才说至尊骨？叮，解释：至尊骨为天地气运垂青之兆，拥有至尊骨之人，天生修炼速度极快，潜力无上限，修之大成，可独断万骨。独断万骨吗？有点意思。我操！我这小孙子好像有点了不得。家主到！爹，您来了！快看看您的小重孙，这是怎么回事？对呀，爷爷、宗祖、老祖宗，快告诉我们！七房叶灵的妻子为家族诞下天骄血脉，奖励灵石50万，另外
从今日起，生孩子的奖励翻倍，想要零食的都抓紧时间。好了，你们后退，老夫亲自为这孩子觉醒血脉护法。50万，我勒个老天爷，这哪花得完呢？果真是天资聪慧，恭喜叶家喜得麒麟儿，本座天元宗宗主，乃化神修为，愿收夫妇为亲传弟子。这小孩好大的福分呐！天元宗可是有化神大能的宗门，竟然亲自上门收徒。七哥这一脉看来要崛起了。亲传弟子算什么？只要叶家让这孩子拜入我天阙宗，我保证下一任宗主之位必然是他的。来都来了，何必藏头露尾啊？没想到叶家主感应这么敏锐，在下青云门门主，只要你同意，让这小娃娃拜我为师，我愿奉上100万灵石，以表诚意。100万灵石？青云宗方圆千里排名前3的大宗门呐！我的个老天爷，这次真要飞黄腾达了！不必了，诸位请回吧，我还没有让他拜师门的打算。叶家主这是要待价而沽。据我所知，你得罪了太玄圣地，除了我们之外，可没人敢收你家孩子入宗了。这就不劳诸位费心了。你能有元婴修为，的确不易，但恕我直言，这孩子的根骨比你想象中强大得多。就凭你区叶家，还没有资格培养这般天骄，让他留在家中，不过是浪费天赋罢了。说的没错，如此好苗子，可遇不可求。为了宗门传承，今日你若不同意，那就休怪我们采取强制手段了。所以理由不成，现在开始威逼了。你可以这么理解。叶家主，你最好三思，这什么？你已经突破化神了，而且你的根骨是觉得自己比老夫更强，还是觉得比我更懂如何培养我的小曾孙？没想到你竟是化神巅峰，我等于有眼不识泰山，今日打扰前辈了，恳请前辈海涵。都走吧，今天算你们命大。我小曾孙刚出生，老夫不想见血。多谢前辈。等等，就这么走了？你们来看我小孙子，就这么空手来，不留下点什么贺礼，说不过去吧？这还差不多，以后常来往哦。想不到区叶家竟然能诞下有至尊骨的后代，还真是不容小觑呀。你是何人？我乃太玄圣地云无极，太玄老祖亲传弟子。3年前来这里退婚的柳如烟，正是我的小师妹。柳如烟的师兄，3年之期还没到呢，你来我叶家做什么？哼，3年之期的确很短，但我宗老祖已经出关，知道了3年之约的事，特派我来灭你叶家满门。灭门？灭你满门是老祖的意思，不过我这人心善，可以给你叶家一个留下火种的机会。有话不妨直说。蝼蚁，看来你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不过看在至尊骨的份上，本座先不与你计较。至尊骨乃是万古无一的存在，你叶家太弱，把握不住，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培养至尊骨，不如将它交出来，或许我可以考虑给你叶家留个火种。这孩子才刚出生，至尊骨纯净无瑕，我若能将它挖出来，移植到我自己体内，不出3年，我的实力就能超越老祖。你要夺我玄孙的至尊骨？夺？我不喜欢这个说法，是你叶家主动将至尊骨献给我，而我大发慈悲，留你叶家一条火种，1根至尊骨换1脉香火，
这笔买卖，叶家该跪谢我大恩。我若说不呢？你没有跟本座谈条件的资格。我杀光在场所有人，至尊谷一样是我的。好可怕的建议啊！这下怕是麻烦了。要死了，要死了！以前是凡人，感觉不到灵气波动，现在有了修为，才知在强者面前自己有多么渺小。怕吗？怕，但是爹不退，我们不退。大哥说的对，老七我虽然从小就怂逼，但也没有拿自己孙子的命来换自己苟活的道理。没错，七哥说的对。第三代的兄弟们听着，女人和更小的孩子护在身后，就算要死，也要死在他们前面。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家族，竟然有这样的血性。看来师尊说的没错，这叶家一个不能利用。很好，既然你们这么不知死，那这条活路本座也不给你们了。叶长安，此剑乃师尊亲手炼制，我不知你如何短短3年成为化神，但今日叶家灭定了。你有一剑，老夫也有一剑，想动我族人，问过我没有？什么化神后期？不对，他是化神巅峰，怎么可能？4年前他才是金丹期，短短3年，怎么可能有人能从金丹突破到化神巅峰？等一下，又怎么了？没想到你竟是化神巅峰，今日让我看走了眼，就当我从未来过。告辞！我可是太玄圣地大师兄，身后有老祖撑腰，就算叶长安是化神巅峰，也绝不敢动我。什么？走？谁说你可以走了？该死的老东西，竟然真敢对我出手！还好我有秘法在身，只要元神不灭，就有重塑肉身的机会。此仇不共戴天！叶长安，你给我等着！爹，云无极死了，让他跑了，我斩灭了他的肉身，但没想到他有保命的秘法，元神提前逃脱了。爷爷，炼灵这么强大，都没能杀死他吗？老夫刚突破不久，对化神期的力量了解有限。太玄圣地有种秘法，能让元神以100倍速度脱逃，算是吃了经验的亏。爷爷的心境果然强大，我如今也踏足修行，还有老师赐下的烧诀，以后的修行中得多向爷爷学习。怎么了？爹，我很担心一件事。那云无极自称是太玄圣地大弟子，太玄圣地会不会再来找麻烦呢？对呀，这可怎么办？太玄老祖出关了，3年之约也快到了，我们真能活下去吗？太玄圣地的威胁不是你们该操心的，老夫自会去解决。你们要做的只有3件事：生娃，生娃，还是他妈的生娃。你们也听到了，别人动不动就想灭我们满门。可这跟生娃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只有几百人，人家灭起来自然容易。但如果我们叶家有几千人、几万人、几10万人，枝叶散布到天涯海角，别说是太玄圣地，就算是同时得罪10个圣地，也杀不光我们叶家。我怎么感觉咱爹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有道理你去生，我都快累死在肚皮上了。这娃生不了一点儿，狗都不生。从今天开始，所有生娃奖励再次提高，生1个孩子奖励2万灵石，生1个有天骄血脉的，最低奖励10万灵石，上不封顶。生狗不生，我生。哎，大哥，你干嘛去？我去找媒婆，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给你再纳几房嫂子。你未央城拍卖场里的那个姐姐，似乎对我挺有好感的，要不我也先生几个娃，
再去魔兽山脉历练。爷爷见过49奶奶。既然来了，那就进屋吧。是。这是你五伯从外域带来的，对温养经脉有好处。多谢爷爷。有什么事儿说吧。爷爷，马上就到与太玄圣地约定的3年之期了，我很担心家族的未来。一道残魂依附于我孙子的纳戒上，既无恶意，不如坦然相见如何？老师，无妨，我虽比你年长，但收你孙子为徒，便该称你一声前辈。我操，我孙子真有戒指里的老爷爷，还未请教。我乃单尊者丹尘，在100万里外的中州，也曾算一方强者。失敬，失敬。爷爷，老师，那个，现在不是寒暄的时候，太玄圣地随时可能发难啊。我本不该插手此事，但小妍子毕竟是我徒儿，又求了我很久。也罢，今日我便破例出手，帮叶家渡过难关。不知你打算如何帮？身为炼丹师，我在这里也有些人脉，太玄圣地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爷爷，我没有怀疑您的意思，只是此事因我而起，我也想为家族尽一份力量。阁下的好意，老夫心领了。不过太玄圣地的事儿，就不劳阁下费心了，我自有解决的办法。我知道你是化神巅峰，而且血脉力量很强大，但太玄老祖闭关前就已经是化神大圆满，如今闭关再出关，怕是已经踏入渡劫期。老夫自然知道。也罢，既然如此，那我便不多管闲事了。叶家主放心，无论你与太玄圣地结果如何，我与叶岩师徒一场，定会保小妍子一命。足矣。按照系统的描述，渡劫期体验卡能让我短暂拥有渡劫期巅峰的力量，对付太玄老祖应该绰绰有余。够了，老夫心中自有打算。太玄圣地的事儿我会解决。那师傅实力不弱，既然能师徒一场，也算缘分。你只管安心跟随他修行。是。好你个不要脸的鬼婆娘！竟然给我戴绿帽子，我吹死你！这是咋回事啊？这是俺家曾孙和曾孙媳妇，前2天俺曾孙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本来还没啥，谁知道今天晚上小孩身上突然长出了鳞片。什么鳞片？是啊，俺们是正经人家，怎么会生出个妖怪？肯定是老祖宗驾到！这是怎么回事？叮！恭喜宿主的家族中诞生了首位拥有变异天妖体的天骄后代，触发额外奖励。天妖体！叮！恭喜宿主获得太初祖龙之血，强化在宿主血脉之中。我的个天哪！咱爹这是怎么了？不知道，但感觉好像很牛逼的样子。老祖宗，混小子，谁教的你这样处理问题的啊？只是因为怀疑，连查证都没有查证过，就让自己的老婆孩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堪，你说该不该打？这是我的孩子。废话，这可是系统认证过的，包真的。之前没跟你们说过，咱们家里其实有太初祖龙的一缕血脉，只是太过久远，很难出现继承之人。这么说，我儿子是天骄血脉？当然。笨小子，还不给你媳妇道歉？媳妇儿，我错了，是我错怪你了。三房后代叶元为叶家生下天骄血脉，奖励灵石50万，明日去账房支取。多谢老祖宗。这2个哥哥好可怕，他们好像想吃我。这个弟弟好像比瘦奶还香。妍儿，气息乱了，方才你灵气运行的路线不对。是，师尊。不愧是先天道体，可惜踏足修行太晚了。
若早出世几百年，太玄圣地的主人还未必能轮到我来做。什么人？无极！大师兄，何人敢毁你肉身？是叶长安。什么？又是叶长安？你是化神期，那叶长安3年前不过是金丹巅峰，他如何击败了你？他现在是化神巅峰。化神巅峰？这怎么可能？我是先天道体，修行速度是正常修士的几10倍。3年时间，我才刚半步元婴，那叶长安怎么就化神巅峰了？3年时间就能修到化神巅峰，此人实力不容小觑，背后说不定有什么背景。这种人要么一招毙命，打得他永无翻身之地，要么便只能割肉止损，低头认怂。师尊做事一向保守，一切都只以圣地利益为主，他怕是不想为我报仇了。师尊，弟子还有一事禀告。还有何事？叶家诞生了一个后代，体内有至尊骨半生。至尊骨？本座现在的剑力已经近乎枯竭了，若真有至尊骨，本座能够得到它移植入自己的体内，便有更进一步的希望。此事当真？千真万确，弟子亲眼所见。很好，带回这个消息算你大功一件。这些材料足够你重铸肉身，算本座给你的赏赐。多谢师尊赏赐。抠门的老逼灯，那可是至尊骨，一点材料就想把老子打发了。若不是为了弄死叶长安，我才不会把这么重要的情报告诉你。师尊，这至尊骨究竟是什么东西？和你的先天道体类似，只不过你的先天道体只有自己能用，而至尊骨只要杀人取骨，移植入自己体内，任何人都能成为这天下最顶级的天骄。恭喜师尊！圣女，继续顽固下去了，跟我们回仙门吧。我心意已决，你们拦不住我。圣女乃是仙门万年来第一天才，最近几10年更是进步神速，隐隐有比肩门主的意思。这若动手，怕是苦战的。我承认你的实力的确很强，但以一敌4，未免太没把我们几个老家放在眼里了。我说了，凭你们拦不住我。什么？圣女，莫要自误。我已一刻不想再等。夫君，灵儿来找你了。师尊，太玄圣地麾下精锐都在集合过来的路上，现在已集结金丹3000余人，元婴600余人，还有近100位化神、半步化神强者。为阳城叶家羞辱太玄圣女，又残害本座首徒肉身，这次本座亲自带队出征，马踏叶家，扬我太玄圣地之威。杀！不必麻烦了，3年之期已到，叶家叶长安来赴3年之约。什么？老夫今日亲自拜山，请太玄圣地所有人赴死。放肆！何人敢在我太玄圣地的山门前越空？还不赶紧滚下来！好大的胆子，敢来这里找死！滚！化神巅峰强者，快去禀告老祖！不必麻烦了，太玄老祖何在？3年之期已到，叶家叶长安来赴3年之约，请太玄圣地所有人赴死。你就是叶长安，3年前夸下海口说要灭我太玄圣地的叶长安。正是。找死！死！区化神用的法宝倒是不错，这把剑等你死后，本座笑纳了。有本事你就来拿！他果然是渡劫期。叶长安，我师尊已突破渡劫期，你在他老人家面前不过是一粒浮油。3年前你羞辱我，如今还敢来太玄宗挑衅，今天你必死无疑。说得好，叶长安受死！叮。
警告：宿主正面临极度危险的情况，是否使用渡劫期体验卡，获得30分钟渡劫期巅峰实力。警告：宿主正面临极度危险的情况，是否使用渡劫期体验卡，获得30分钟渡劫期巅峰实力。使用。这就是渡劫期巅峰的实力吗？什么？怎么可能？他的力量竟然还在我之上！不可能，连我的先天道体修为增长都没这么快。他一个土埋到眉毛的老登，凭什么？渡劫期巅峰，不到100岁的渡劫期巅峰，这不可能！3年前太玄圣地毁我寿宴，今天我叶长安请太玄圣地赴死。叶长安，本座承认你的确藏得够深，渡劫巅峰连我现在也不是你对手。不过可惜，这里可是我太玄圣地的主场。主场什么意思？什么？怎么会这样？哼，蠢货！我太玄圣地叱咤风云万年，岂是你区区叶家能比的？这可是太玄圣地历代宗主陨死后，以自身修为为代价炼制的护宗大阵。别说你是渡劫巅峰，就算你是大成期，也别想破阵。失算了，没想到太玄圣地竟然还有底牌。叶长安，本座没看错的话，你这渡劫巅峰的力量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而是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借来的。借来的外力绝不可能长久，本座就在这护宗大阵里等着时间结束，就是你的死期。哼，叶长安，凭你一根挑战太玄圣地，还不跪下？说得好！我听云无极说，你叶家诞生了一位至尊骨，这样本座给你一个机会，你亲手挖出你子孙的至尊骨，献给本座。叶家全体归入太玄圣地，当做仆从。本座给你叶家留个种，如何？不如何？老夫这人或许没什么本事，但唯有一点，那就是天生硬骨头，跪不下去。哼，冥顽不灵。你若现在跪下，还有一线生机；若不跪，你和你的叶家一个也别想活。那就试试，100件不够就1000件，1000件不够就10000件。今天不灭太玄圣地，叶家就要死。我身后是自己的儿子、孙子，我倒下，孩子们就要死，我没有撤退可言。时间越来越紧了，难道今天？气息已经开始变弱了，叶长安，你的死期到了。可惜，就差一件。叶长安，你借来的力量用光了吧？现在你跪还是不跪？技不如人，老夫认了。要杀要剐随你们便，但老夫不跪。找死！哼，叶长安，你叶家崛起又如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谓崛起，不过是你痴人说梦罢了。说得好，叶长安，既然你拼死不跪，本座今日便成全你。放心，本座很快会杀去叶家，送你的族人下去跟你团聚。蝼蚁，受死！动我夫君，哼，问过我没有？何人敢管太玄圣地的事？仙门琉璃。琉璃，他怎么来了？叶长安，当初你说让我在家等你，你上街给我买脂粉，这一去就是整整80年，真是好狠的心啊！琉璃，
仙子，我们别说话，吻我。那一夜，他走火入魔，我气血方刚。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她竟然是仙门圣女。我们一起生活了1年多，她从未表露过自己的身份。直到有一天，仙门大长老找到了我才知道自己的枕边人竟然是仙门第一天才圣女琉璃。继续与她在一起，不光你会死，她也会被仙门问责。失去清白事小，以法术便能掩盖。可若她怀上你的孩子，结局只会被推上斩仙台，永世不得超生。你若真心为她，现在就该离开。那一夜我纠结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不辞而别。仙门，本座从未听说过什么仙门。我太玄圣地与叶家的恩怨，谁插手谁死。我插手，你能如何？那本座就只能连你这贱人一起杀。什么？你到底？出言不逊，斩你肉身，废你修为，算作警告。再敢妄言，杀！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对不起，当初是我太弱了，我怕你会死，也怕自己会死。你这人还真让人很难恨起来。叶长安，往日种种，我从未怪你，但今天我要问你一句话。什么话？我一直在偷偷关注你。3年，你能从凡人之躯叫板太玄圣地，险些颠覆圣地。说给你30年，你可敢为了我与仙门为敌？30年与仙门为敌？我有一道独创秘法，可以自己为阵眼，布下大阵，封印此地时空30年。一旦施展，就算是仙门也无法改变。我想要你一句承诺，你若敢给我，我就再等你30年。你若不敢，我会帮你杀光所有敌人。80年前，就当你我从未见过。今日一别，便是永别。可我3年前，我为了给家族开枝散叶，已经纳了30多房小妾，生了7、80个孩子。我知道，70年前你第一次纳妾的时候，我就知道，只是没想到某些人明明这么大年纪了，却还这么骁勇善战。80年对修士而言，不过漫长寿元中寥寥一瞬；可对普通人而言，确实太久了，久到能改变很多东西。现在我确实不敢与仙门为敌，但30年时间足够了。琉璃，在这里等我，30年后我来接你。仙门敢阻我，我便为你踏破仙门。30年，我等你。不好，阻止他！我已封印整座太玄圣地，30年内外界无法用任何手段影响这片空间。长安，30年后我等你来接我回家。我本以为80年的时间足够改变很多东西，足够让他忘记，但他却没想到琉璃对我的感情竟然这么霸道，这么决绝。好，在这儿等我。又是你，见过前辈。80年前，本座放过你的时候，你不过是一介凡人，没想到如今竟有此修为。前辈过奖，以为我等跟你说笑呢？小子，你可知道你今日闯下弥天大祸？罢了，大长老，我们不杀他。这终究是圣女自己的决定。封天大阵一出，别说是我，就算是门主大人亲临，也无法破阵。杀他与否，终归无法改变什么。可若他阻止圣女，便可避免一切。够了，我们是仙门，不是邪魔外道。叶长安并未做出逾矩之事，我们没有理由动他。仙门这些人倒与我想象中有些不太一样。叶长安，今日之事，本座不会为难你，但30年后，希望别再重现。
为何？我仙门历代圣女都必须要嫁与圣宗少宗主为妻，这是规矩。你不触犯仙门利益，仙门不会杀你。但你若胆敢阻拦，杀无赦。至少是渡劫巅峰，甚至是大成期强者。你若识相最好，若不识相，下场便是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现在的我的确无法跟你们抗衡，但30年后那可就不好说了。回去得让家里的小兔崽子们都加把劲儿才行。本座敕令，此地方圆千里为雷池，敢越雷池一步者，破散魂消。调动天地法则，他果然是大成期强者。叶家各方直系成年之人出来开会。哎呀，爹，你整啥呢？我正忙着给你生孙子呢，开啥大会呀？别吵吵，咱爹开口肯定是有大事儿。小言，你从小主意多，你说说看，你爷把咱们喊出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啊？爹，爷爷今天去了太玄圣地，我猜可能跟此事有关。太玄圣地的事儿已经解决了。老师，看来这次我看得更准，爷爷的实力或许比您预想中还要强。是我走眼了。先别高兴得太早，太玄老祖实力已达渡劫期，这一战我没能杀他，反倒差点被留在太玄圣地回不来了。仙门远比太玄圣地强大，适当压力可让孩子们紧迫起来。但仙门的这座大山压下来，叶家人心会散，还是不能告诉他们。我暂时压制了太玄圣地，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30年。想要让家族更加强大，该怎么做？你们应该清楚吧？还能怎么做呀？多生孩子呗。再纳妾，别催了，我真的有够努力了。就你们两个贫嘴，老夫今天不是来给你们压力的，而是给你们动力的。动力？之前说的奖励，今天开始再一次加倍。之前就已经到生一个孩子2万了，再加倍的话，生一个孩子奖励4万灵石。我听说远方沙漠的蛇人族有个叫美杜莎的正在征婚。小燕子，你要不去碰碰运气？丁，在宿主的不懈努力下，家族成员数量超过2000人，奖励发放中。终于来了！没想到上次家族突破500人之后，到1000人的时候竟然没奖励。这几年我猛猛给孩子发奖励，兜里的零食都快用光了。丁，恭喜宿主获得上等灵石矿脉一座。好筒子，打小我就看你能行，现在我也算是家里有矿了。丁，奖励继续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上古洞天秘境一座。洞天秘境听上去好像有点不得了啊。丁，解释：上古洞天秘境是上古修仙界遗留下的秘藏，里面蕴含丰富的灵气，在该秘境中出生的后代有更大的几率觉醒出天骄血脉。我操，好东西呀！丁，秘境正在生成中，灵石矿脉将直接在秘境内生成。本次奖励的秘境将只有宿主及叶家成员可以进入。我操，不得了了，爹！咱家后院里冒出来一座大山呐！好浓郁的灵气，家中灵气至少比以前浓郁了100倍。那大山里怕是会更加夸张。咦，这是？吵吵嚷嚷的像什么样子？别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既然出现在我们叶家，那就是咱们家的机缘。这么浓郁的灵气，这座大山肯定了不得，将来家里可能会出现更多天骄啊！你们家的机缘，想占据秘境，经过我霸天宗同意没有？什么人？天地秘境本就无主，你们叶家想据为己有，未免有些太自大了。藏头露尾，敢来我叶家抢东西，难道不敢露面吗？放肆！凭你也敢编排本座？这座秘境，
我们要了。秘境出现在我叶家的地盘，你们确定要抢？可笑，出现在你叶家，那就是你叶家的东西了。就是，凭你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也敢妄言独享秘境？哦，从现在开始，不再属于叶家，由2大宗门接管。一炷香内主动离开的，饶你不死；不走的，杀无赦。哎，他们这么勇的吗？我去把我养的大黑狗牵出来。另外，告诉弟弟妹妹、侄子侄女们都赶紧出来，有热闹看了。叶岩哥，这要打起来的话，你怎么看？3-7开吧，3秒钟，爷爷灭他们7次。骗人！老祖宗哪有那么弱？怎么回事？怎么感觉我们好像被这群小崽子看扁了？哼，不知者无畏。这叶家连去年的家族宗门排名大比都没参加过，一群凡人一叶障目，哪曾见过青天？言之有理，既然他们自己不想活命，那就动手吧。这座秘境规模不小，足够我们2家吃饱了。2位当着我的面说要灭我叶家，看来是没把老夫放在眼里。我们2位元婴大能交谈，几时轮到你个老登插言？罢了，今天叶家刚收获一座秘境，老夫心情好，给你们个后悔的机会。实习时间自己滚！老邓，你丫的失心疯了吧？我们可是元婴巅峰强者，随便一拳能打爆一座城的存在，你让我们滚？时间到了。爷爷，真要杀光他们吗？修仙界弱肉强食，不杀他们，便会有更多人像飞蛾扑火般不停找上门来。唯有杀到所有人胆寒，叶家才能真正立威。孩子，你还小，心地善良单纯，但有些事儿不像你想象中。我是觉得直接杀了他们太可惜了。我感应到秘境里好像有一座完整的矿脉，与其杀了这些人，不如把他们留下。他们都是修士，挖矿的效率肯定比凡人矿工要厉害，还不用付他们工钱。竟然能感应到矿脉，不愧是至尊谷，倒是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不过言之有理，好，那就依你。找死！所有人听令，既然叶家找死，我就成全他们，杀一个不留。叽叽咕咕说什么呢？有什么话，那斩仙剑说吧。这气势，你是化神？回答正确，可惜没有奖励。叶家竟然有化神强者坐镇，这老头也太坑了吧！你实力这么强，为啥不去争夺排名？早知道你有这实力，我们招惹你干什么？想活命的跪地求饶，在叶家挖矿100年可活，实习时间不贵，可以排队等死了。你敢？有何不敢？我们2大宗门底蕴可不是你们叶家能比的，我们宗门里也有化神老祖坐镇，你敢扣下我们，他们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没错，还有化神矿工，好，一言为定，双喜临门。你们想干活，过2天老夫就把其他人都抓过来陪你们。老祖宗威武！怎么回事？我的丹田！你敢废我们修为！该死的老东西！还我若能脱困，此生我必杀你！聒噪！阶下囚，就给我有个阶下囚的样子！爷爷，你少杀2个，这可都是咱家的财产啊！你这小家伙有意思啊，这性格对我脾气。我院里还有几罐珍稀异兽的兽奶，回头让人给你送去。谢谢爷爷。老夫只说最后一次，留下当矿奴的活，不愿留下的死。我不想死，我愿意留下当矿奴。软蛋，没骨气的东西！这么说很勇哦。我不怕死，威胁我也没用，主要是我自己喜欢挖矿。
爷爷，这些人实力不弱，不会留下什么隐患吗？放心好了，我已经在他们身上打下印记，只要他们有叛逆的心思，一个念头就能让这些人瞬间暴毙。爷爷英明。爷爷，这里真是好地方，在这里修炼，我有把握3年就能突破元婴。我根骨天赋没有浩帝那么逆天，但在这里修炼也能大幅加快修行的速度。你们自己挑地方修行吧。叶岩啊，你去跟小凡子说，这秘境是自己家的，让他也敞开了修行。是。好精纯的灵气，才刚进来，我体内的修为瓶颈竟然都松动了。这座洞天秘境可能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系统，这座洞天秘境可以容纳多少人修行？回答：该秘境目前可容纳1万修士同时修行。1万人，叶家现在总人数也才刚突破2000，哪怕全族都搬进来，这里的灵气也能敞开供应。老九，你去传我命令，让家族所有直系弟子都收拾收拾住进来吧。这座洞天秘境很大，以后叶家就在这里定居了。是。爹，果真吗？人家秘境开放1天，都收大几千上万的灵石，咱叶家竟然能奢侈到连秘境都敞开住。秘境既然出现在叶家，那就是老天给我们族人的机缘，不敞开住，难道老夫一个人霸占？秘境可是有加成的，能提高诞生天骄血脉的几率，当然要让你们都住在秘境里，多生出天骄血脉，老夫才能领更好的奖励。爹，你找我们？怎么样，在这里住的可习惯？太习惯了，爹。我现在感觉自己状态从来没这么好过，在那2房小妾也不在话下。保守了，我说一个数，10房。习惯就好。对了，老夫想了想，决定给这洞天秘境再立一条规矩。规矩？坏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住在洞天秘境里的好处，你们都体验到了。这座秘境最多1万人。按照叶家现在的人口增速，2、3年就差不多住满了。所以，想在洞天秘境里延年益寿、加速修行的，就给老夫努力生娃。洞天秘境不养闲人。老夫宣布，从现在开始，叶家成年族人只有1年内生超过5个孩子，下1年还有在洞天秘境继续居住的资格。生孩子少于5个的，就出去自己找地方吧。不行啊，如果那灵气充沛的秘境再出去可咋整啊？杨某，我爹这绝对是杨某。貌似也不是不能试试。你才60，你当然能行，我可都90了。这鼓励生子的新规果然有效，现在孩子们生娃的热情空前高涨。我没想到的是，一些本来就快要生了的孕妇，竟然也能享受到洞天秘境的加成。叮！恭喜宿主的家族中诞生了首位拥有混沌体的天骄后代，触发额外奖励，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一人混沌无极道体。叮！恭喜宿主的家族中诞生了首位拥有万魂不灭体的天骄后代，触发额外奖励。叮！恭喜宿主的家族中诞生了首位。洞天秘境果然给力，虽然修为还没突破，但如果回到5年前，现在的我恐怕连体验卡都不需要使用，越级就能把太玄老祖干趴。恭喜师尊重塑金身。 5年，叶长安，你知道本座这5年怎么过的吗？师尊现在已经重塑肉身，反正圣地被封印了，不如趁此闭关提升修为。25年的时间，一切还说不定呢。重塑肉身只是第一步，想要向那叶长安报仇，光有肉身可还不
够。师尊，你别吓我！吓你？师尊，你干什么？哼，你这贱人还有脸说！太玄圣地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非要犯贱去叶家退婚，否则也不会给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这才刚刚过去2坤年，距离封印解除还有10坤年。等时间到了，封天大阵消失，我与那叶长安必有一战。可这跟我……你是先天道体，多好的炉鼎之材！本座被打爆了一次肉身，无缘去夺叶家的至尊骨，唯有拿你补一补，勉强能追回点损失了。不要！此事由不得你，不同意那就死！想不到先天道体的原因，竟能带给我这么大的好处。叶长安25年后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呢。丁家族当前直系血脉人数9910人，不错不错，短短5年翻了接近1倍，数量虽比之前略慢，但好在有洞天秘境的加持，诞生了很多拥有天骄血脉的后代。爷爷，叶岩哥哥考进中州嘉北学院了。哦，爷爷，我也想离开家族外出历练。外出历练，留在家族的洞天秘境修炼不好吗？留在家族中固然好，但却得不到真正的锻炼。我不想当老祖宗羽翼护佑下的雏鸟，我想出去闯闯，变成真正的强者。去吧。好耶！爷爷万岁！爹，就这么让他走了？他还是个孩子呀。你不懂，他背负着至尊骨，生来便要与众不同。叶家这片舞台对他来说太小了。可他不会有危险吗？小号年纪小，人又单纯，会被人欺负的。直接杀了他们太可惜了，他们都是修士，挖矿的效率肯定比凡人矿工要厉害，还不用付他们工钱。他还受欺负，他出去以后不去欺负别人，老夫就烧高香了。这是怎么回事？爷爷，我好像遇到一桩大机缘，这九龙浪怪有点好玩啊！我带着我养的大黑狗出去浪去了。这孩子出去玩也不说声，玩累了记得回家吃饭。就这还敢抢我兽奶？还有谁要挑战吗？此子不得了啊！上台连打10个，场场都是一招秒杀。本乃战群雄，这是何方大势力才能培养出这种妖孽？恭迎门主出关。琉璃呢？没能带回来。我已封印整座太玄圣地，30年内外界无法用任何手段影响这片空间。事情就是如此。此事不怪你，琉璃的实力非你能敌。多谢门主。对了，门主，还有一事，那叶长安，蝼蚁一个，杀了便是。这怎么？你要为他求情？不算求情。这10年间，叶长安此人大器晚成，家族中常有天骄血脉诞生。只要他不打圣女的主意，倒是可以拉拢，为仙门补充些新鲜血液。若他懂事，可赐他个机会，来仙门做个仆役。门主圣明，叶长安，本座给你叶家争取了一条生路，希望你好自为之，莫让本座的努力付诸东流啊！早上好，叶之城，我是你们的老祖宗叶长安。截止到昨天，因为生娃数量太少，被赶出洞天秘境的人数足足达到了30个。你们简直让老祖宗我太失望了。既然来了，何必藏头露尾？竟然能发现本座，
你境界未曾突破，实力倒是比以前强了不少。原来是大长老有失远迎，我不是来跟你叙旧的。一件事，答应叶家活，不答应叶家活，不答应。前辈的意思我明白，只是我有一事不解。说，琉璃施展封天大阵已经是10年前的事儿了，为何仙门今日才来处理？然还是凡人思维。对于凡人而言，10年时间或许能够繁衍一代，但对于仙门而言，不过是眨眼瞬间罢了。这是叶家加入仙门的契约，从今往后，叶家便是仙门的附庸。附庸？不错，叶家唯有成为仙门附庸，受到契约的约束。20年后，封天大阵解除，仙门才会给叶家留条活路。叶长安按照门主的意思，本意是让叶家消失，这条活路是我为你求来的。你若不识相，我可亲手将这条活路收回去。仙门的契约可不是表面上的一张纸，而是蕴含了天地法则之力。只要签署了这契约，叶家的生死就在对方的一念之间了。我只给你10息时间考虑。等下，此人实力怕比大长老还要深不可测啊！秦少宗主，是他，圣宗少主。你就是叶长安？正是，老夫叶长安，还未请教。100来岁的小家伙，说话倒是老气横秋的。我叫秦长歌，圣宗少主。好快，不知前辈嘴倒是挺甜的。大长老，你先退下，我有点事儿，单独跟他勾兑勾兑。这有点不合规矩吧？你跟我讲规矩？不敢，老朽告退。秦少主若有吩咐，我即刻便到。行了，碍事的家伙走了，有话我就直说了。你应该明白加入仙门对叶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吧？我明白，仙门高高在上，他们看重的并非叶家的潜力或者什么，只要我签下契约，就等于自己将屠刀送到了对方手里。聪明，对叶家来说，拒绝仙门死路一条，加入仙门等于成为砧板鱼肉。所以呢，现在叶家看似有2条路，实则毫无选择权，但我可以给你另外一个选择。什么意思？我有一个妹妹，你娶她，这样我们就是自家人，有圣宗的面子在，仙门不会再来找叶家的麻烦。不知你意下如何？我先捋捋，你我素未平生，圣宗又是与仙门一个级别的庞然大物，阁下身为圣宗少主，却要将妹妹许配给我一个老头子。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阁下扔的馅饼有点太大了。我果然没看错人，你很聪明，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我的确还有个附加条件，你跟我妹妹结婚，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要跟我走。跟你走？想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孩子要接替我现在的位置，成为下一代圣宗少主。这，你跟琉璃那点事儿我都知道。而说到底，圣宗与仙门的联姻，不过是为了一个更优秀的继承人而已。只要这个继承人有圣宗的血脉，继承圣宗传承，孩子爹妈是谁，圣宗并不在乎。你知道我跟你未婚妻的事，那你为何？我与琉璃年龄相差300多岁。论年纪，我都够当他太爷爷。更重要的是，他拜入仙门，与我定下婚约时，我妻子早已亡故，而我也发誓终生不娶。所以，你觉得我是在成全你，倒不如说你与琉璃成了，我也算解脱一大心事。明白了，我答应你。很好，3天后我把人送过来。哦，对了，顺便提醒你一声，做好心理准备。什么意思？保密。大长老，出来回话。大长老，出来回话。奇怪，秦少主一向霸道，叶长安与琉璃的事，他若想查，绝不可能瞒过他。可他为何没有对叶长安动手？这俩人关系看上去还挺好。行了行了，
行礼就免了。通知你一声，仙门以后别打叶家主意了。叶家以后就是跟着我圣宗。什么？难道叶家成为圣宗的附属了？不是附属，而是绝对核心。绝对核心。圣宗第2高手双华仙子，也就是我妹妹秦双华，将与叶长安结为道侣。仙门要是还想收叶家当奴仆，那就是看不起我圣宗。这……拿着你的东西回去。哦对，别忘了替我向仙尊师叔带个好。妹夫，我就先回去了。3天后我老妹嫁过来的时候，我让她给你带颗仙品定颜丹。定颜丹？100来岁的小屁孩，把自己捯饬帅气点，别天天搞得自己跟个老头一样。和你说话，我都感觉自己在被占便宜。新娘子来了，老祖宗又纳妾了。臭小子，别瞎说！老祖宗这次可不是纳妾，而是娶妻。娶妻？没错，跟他当时娶老夫人的时候一样，娶的是平妻。平妻？爹爹，老祖奶奶才是平妻，那老祖宗的正妻是谁啊？这可不是简单的纳妾，小孩子家好奇心别那么多，不该问的少问。叶家果然还是当年的叶家，比圣宗有趣多了。夫君，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什么事？你好歹也是圣宗的小公主，圣宗第2强者，只因为你兄长一句话就嫁过来，不会不甘心吗？你揭开盖头就知道了。那你先等等，我先把定颜丹炼化，免得吓到你。你是？50年前你不肯接受我，但现在我们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这次你可跑？当初的我突破大成期，渡天劫时被天雷劈中，落入空间乱流，修为尽失，暂时沦为凡人。谁敢坏老子的好事儿？找死吗？哦，是叶老爷，快跑！叶家是新晋城中4大家族的豪门，我们可惹不起。我会报答你。你这丫头倒是奇怪，一般人遇到这种事不该先说谢谢才对吗？谢谢。你家住在哪里？时辰不早了，你今夜先在府上休息，明天我差人送你回去。家没有，我说过报答你。可怜的小丫头，都被吓成这样了。行了，我救你并不图什么回报，你刚才道过谢了，这就足以。看你也是可怜的孩子，若不嫌弃，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接下来的半年里，他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从小在圣宗，我只知道变强才能活下来。除了兄长，从不会有人在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的半年，比我前面的几10年都要更加快乐。我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可直到有一天，我的修为恢复了，好好活着，将来我会带着成仙的机缘回来嫁给你，双儿。这么说，秦长歌会出面帮我，是因为你？其实琉璃出手的那天，我也在场。那时候我就想出手了，只是被兄长阻止了。果然，怪不得秦长歌堂堂圣宗少主会主动出手帮我解决仙门的麻烦，我还以为他有什么图谋，没想到是因为双儿。还愣着干什么？我们可都拜完堂了。恭喜宿主的家族少女首次诞生了，拥有荒古至尊圣体、混沌不灭神魂、双天骄血脉的后代，触发额外奖励。双天骄血脉。恭喜宿主获得大道天眼诀，补全断裂成仙路。断裂、仙路、大道，这都是什么？老祖宗，双华仙子生了，是个男孩。双华仙子说，请老祖宗为孩子取名。就叫叶腾吧。我儿叶腾拥有双绝世天骄血脉，生而引发天地异象，有大地之姿。我儿叶腾有大地之姿。
秦少宗主，咦，你小子保持年轻了，确实顺眼了不少。说来也神奇，你去年才刚从化神巅峰突破到渡劫期吧，竟然能发现我来了，有点东西啊。过奖。夸你就认着，不用跟我客气。还有，你对我的称呼我不喜欢。大舅哥，这才对。我来履行当初的约定，按照我们说好的，你跟双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要继承圣宗。皱眉干什么？怎么，你要赖账吗？我不会出尔反尔，但他还太小了，现在被你带去圣宗未必是件好事。谁说我要带他走了？现在抢走你好大儿，别说你，小双都得砍死我。身为孩子的亲娘舅，我这次过来是给我大外甥送修行资源的，这些都是出自顶级炼丹师之手，能帮他打下很好的底子。放心，孩子先在你们身边养着，等他3岁时，我会安排人过来指导他修行圣宗的功法。等他成年了，我再带他去圣宗修行。多谢大舅哥。你跟我客气你大爷呢！舅舅疼外甥，这是天经地义的，好吧？啊，对。对了，我这次过来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愿闻其详。叶浩是你家的后辈，对吧？他怎么了？中州那边由圣宗掌控，叶浩这小子吃了几10个古代大妖的直系子孙，还拐跑了几大上古世家的小千金。现在人家10几个家族都闹到圣宗来了，这做派别告诉我他不是你们家的。他是我小孙子。果然，上古世家里有个严家，家中老祖实力与我师尊不相上下，如今正在闭关，估计3、5年就出关了。他要是发现自家心肝孙女被你家的臭小子拐跑，到时候定要来叶家找你麻烦的。这……行了，不跟你废话了，带我去看看我宝贝大外甥，搞快点。娘亲，爹爹让我来。滚开！我才不是你娘！娘，滚呐！我才不是你娘，都是那老东西强迫我，不然我才不会生下这种肮脏的血脉。不是这样，不该这样。哼，我是先天道体。我本该风光无限，终生臣服，我的人生可被你们给毁了。太玄老祖、叶长安，你们所有人都该死！如果不是你们，我怎会如此凄惨？贱人，做这样子给谁看？别过来！贱人，太玄圣地会有现在的下场，都是你这贱人害的。若不是看你的道体还能当炉鼎用，本族早就将你剁碎了喂狗。老东西，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你，总有一天。来人，把他洗干净，送到我的大殿。既然如此痛苦，为何不逃？逃？哼，能逃到哪里？封天大阵彻底封印了太玄圣地，我又怎么可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既然逃不掉，那索性杀光他们，怎么样？你到底是什么人？人？不，你错了，我不是人，而是改变你命运的神。神？没错，本座观察你很久了，小丫头，只要你立誓效忠本座，我可以赐给力量，让你亲手把那个日夜欺辱你的老东西碎尸万段。我做梦也恨不得剐了那老狗，可他这些年日夜吸收我道体的灵韵，修为更进一步，已经是渡劫后期强者，比我一个金丹，如何杀他？我说可以，那便可以。我开创的噬魂神功，可让你吸收他人的修为来变强，短时间内便能让你拥有渡劫实力。吞噬别人修为，你是邪修？
别说的那么难听，何为正邪？不过是走的路子不同罢了。再说了，你这些年牵手正道，换来的是什么？我只要你接受了我的力量，不光是太玄老祖，你所痛恨的人都将成为你的剑下亡魂。那我需要付出什么？不用，本座想要的一定会为本座完成。什么意思？曾经的太玄圣地乃是与仙门圣宗齐名的存在，而这座九幽禁狱便是初代太玄之主封印我的地方。你被关在这里，便是你我的缘分。本座想要的是断绝太玄圣地所有香火，但我不说，你也会去做的，对吧？没错，太玄圣地的所有人都该死。很好，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太玄圣地里还有5000多名弟子，吸干他们，足够你成长到渡劫巅峰，甚至更强。多谢前辈。谢就不必了。记住，噬魂神功我已经传授给你，能走到怎样的地步，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不是幻觉，我能感觉到自己体内属于前辈的力量在奔腾。太玄老祖，叶长安，你们都给我等死吧！静儿啊，这是老祖赏赐给你的。老祖说了，你的灵运已经被榨干了，接下来的几年你被赏给我们了，赶紧吃，吃完该让我们爽爽了。你叫我什么？静儿啊，还以为自己是太玄圣女呢，现在的你不过是祸害整个宗门的劲儿。若非老祖还要拿你当炉鼎修炼，你在宗门里的地位连一条狗都不如啊！贱人，谁让你笑的？这神功是真的，我的实力在恢复，只吸收了1个金丹境，我的实力就恢复了大半。若是屠光太玄圣地，我儿叶腾果然有大帝之子，这才5岁就已经是金丹巅峰，就连拥有至尊骨的叶浩，在修行速度上都比他稍逊一筹。在宿主的不懈努力下，家族成员数量超过5000人，奖励发放中。终于来了！距离上一次系统发放奖励都过去10多集，10多年了。那时叶家的人口就达到了2000人，没想到从2000人发展到5000人，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有些孩子实在没有修行的资质，寿命也渐渐走到了尽头。叮，恭喜宿主获得奖励长生戒。长生戒那是什么东西？叮，解释：长生界为一片独立空间，拥有独立于外界的空间法则。大成期巅峰以下的修士无法感知其存在，唯有宿主允许之人才能出入长生界。在长生界中，诞生有天骄血脉的后代几率增长，凡人寿元延长。好东西，可惜这次还是没有修为奖励。获得洞天秘境不久，我便突破到了渡劫期。尽管每天都坚持修炼，但渡劫期修为每前进1步都难如登天。检索中，下次发放修为奖励需要宿主直系血脉数量突破2万人。2万？有没有搞错？爹，你怎么了？啊，没事，你去把你哥哥们叫过来，就说老夫有重要的事情要喊他们开会。好的，爹。今天让你们过来。哎呀，不会又是为了生孩子吧？不错嘛，臭小子，都学会抢答了。哎呀，爹，二弟和三弟都走了，就连最年轻的老九今年都快80了。你让我们努力生孩子，我们也实在是有心无力呀。我们也想，可实力不允许呀。要不您催催叶腾弟？九哥要让我干什么吗？别教坏小孩子喂！一个个油嘴滑舌，你们自己生不了，不会敦促后辈们来吗？
有道理啊，爹。我咋没想到？总之，不管怎么说，都给我上点心。10年之内，生娃奖励再翻倍。我要求叶家人口突破2万大关，有没有信心？有。我记得老4、老5和老8一直无法修行，对吧？叫上他们，还有族中第3代寿元枯竭的，收拾东西搬家。搬家。爹，老4、老5和老8虽然不能修行，但他们也是你的亲骨肉啊！咱们叶家家大业大，养着他们也……哎呦，臭小子，瞎说什么呢？你爹我是这种人吗？哎呀，就是老大，你是老糊涂了。咱爹怎么可能会抛弃4哥、5哥他们？行了，你俩不用在这里唱双簧，给老夫戴高帽子。我说让他们搬家，是因为我得了一个宝贝，名为长生戒。长生戒？没错，这是一片独立的小空间，哪怕是凡人在里面生活，也能大幅增加寿元。我打算先拿小4、小5试试，如若有用的话，便让你们都搬进去。哎呀，爷，刚才是我糊涂了，我就知道你老人家不可能放弃叶家的每一个人。油嘴滑舌，有那闲工夫多跟你堂弟学学。你才不到100岁，正是努力修炼、努力生娃的年纪。叶家之主出来一见，他的声音竟然能穿过秘境的防护，来人实力很强啊！我陪你一起也好。你就是叶家之主？好强！他带给我的压迫感比大长老还要强，恐怕在大成期里也算是顶尖强者了。没错，敢问前辈，区一个末流家族，敢让你家小辈拐走我的宝贝孙女，你胆子不小啊！拐走你孙女，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哼，废话少说，叶家有个叫叶浩的小辈，拐走了我最疼爱的小孙女颜灵儿。把人交出来，一切相安。颜家，他就是大舅哥提到的颜家老祖啊！你不愿意交人？前辈误会了，叶浩5年前离家就没再回来。我倒是想交人，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他。净不知之法者！我给你3个数的时间，交出叶浩，现在就踏平了叶家。元老，你过来。你是双华仙子，圣宗距离这里100万里之遥，你怎会出现在此？长安是我父亲。堂堂圣宗的小公主，竟然嫁到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家族。哼！请前辈收回刚才的话。让我收回说过的话。凭你还没这资格，让你师尊来吧。我妹妹不够，再加上我，够不够资格？秦长哥，你也要趟这趟浑水？本来我倒是无所谓，但谁让我的大宝贝外甥叶腾是圣宗下任继承人？你要动叶家，我也只好冒犯前辈。你兄妹2人一起上，的确不是对手，但在此之前，踏平叶家对我而言也并非难事。你动我夫君一根手指，不死不休。小丫头片子，年纪不大，脾气不小。听岳总说，今天老头子还非要领教领教。看来今天一场恶战怕是难免了。爷爷，你干什么？灵儿，爷爷，你怎么……我跟叶浩是好朋友，你为什么跑来找叶家的麻烦？你们只是朋友，不然呢？哎，疼！你这丫头，还有外人在呢，给爷爷留点面子。我与灵儿道友发现了一处上古秘境，在里面得了些机缘，也因此与外界失联了几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外界传闻那样，严爷爷应该是误会了。还好，灵儿的气机除了变强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变化，他们应该还没发生什么。叶浩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次要不是他，我就死在秘境里了。哼，我还想着让你带我上门来感谢人家，你老人家倒好，直接把叶家的大门都给堵了。看来今天的事情是一场误会。严老前辈既然来了，若不嫌弃的话，到我叶家坐坐如何？你这小子，既然你都这么客气邀请了，老头子，我便给你个面子。5年了，我的实力终于赶上那老东西了。这5年的时间，
我都在小心翼翼隐藏着自己。毕竟那位前辈的功法不能被外人看见，但现在不一样了，就算被发现，我也能与那老东西一战了。有人在突破渡劫期，太好了！真是天不亡我太玄圣地。等封天大阵解封，叶长安，给我等着！什么？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是他？他先天道体的灵韵被我吸收了这么多年，潜力早被彻底榨干。按理来说，他应该一生也无法突破金丹期才对呀。怎么，很意外吗？我被你糟蹋了整整5年，5年！你知道这5年我怎么过的？你修炼了邪道功法。恭喜你说对了，这还都要拜你所赐。若不是你，我也没有机会被前辈选中，赐予噬魂神功，更没有机会拥有如今的实力。怪不得这5年来宗门弟子消失过半，原来都是你的手笔。柳如烟，你这毒妇，竟然坠入魔道，吸收同门性命修炼，你好狠毒的心！狠？我狠？跟你比起来，我可差远了。老东西，明明是你自己无能自大，却把一切都归在我的头上，是你先毁了我的人生。你若你出关，直接亲自镇杀叶长安，我又怎会落入今天这般悲惨境地？柳如烟初入渡劫，便有碾压我的实力。若他杀光了太玄圣地其他人，吸收了他们的生命力，我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老东西，你以为我会杀你？我才不会让你死得那么轻易。这5年我所遭受的一切折磨，我都会10倍、100倍的还给你。还有你，叶长安，封天大阵解除之日，便是叶家灭门之时。好浓郁的灵气，倒是我小觑叶家了。这个级别的秘境，便是在中州，也绝对是顶尖。前辈过奖。老祖宗，玄祖见过太祖爷。混沌体、八荒道体、太初龙血体，这叶家当真了得？随便几个小辈，竟然都是万中无一的天骄血脉。爹，您回来了。有客人来了。叶长安，这是你儿子？这是我与双华的儿子，也是圣宗未来的继承人。这孩子的潜力太恐怖了，不光血脉天赋顶级，明明没有进入化神期，却已经提前开始酝酿神魂。在他面前，中州那些所谓的顶级天骄，根本就是路边一条。叶道友啊，先前的事情都是误会，老头子年纪大了，希望你别往心里去。无妨，前辈不用放在心上，将心比心的想一想，都是当长辈的。若叶腾、叶浩他们受人欺负，我也会毫不犹豫杀上门去的。前辈莫非有什么心事？倒也没什么，老头子我呢，早就看开了，无非就是寿元到头，没几天好活了。我这次找上叶家，实际也不为了真的开战，而是想要在最后的时间里考验一下叶浩究竟是不是有资格成为颜灵儿的夫君。老夫这次闭关冲击仙境失败，寿元只剩下最后几年了。如今来过你叶家，倒是可以放心了。放心？如果灵儿真的愿意跟叶浩走到最后，叶家倒也算是个值得托付的人家。关于寿元，其实我倒有些办法。你有办法？倒不是老头子我怀疑你，我已经活了7000多年，各种眼手的天材地宝都已经吃了个遍，早都吃出抗药性来了。对别人来说，能续命100年的至宝，顶多也就能给我维持几天的寿元，不必浪费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凡事无绝对，前辈不亲眼看看，又怎知道我说的办法没有用？这地方，此地名为长生界，
如何？对前辈可有帮助？有效，竟然真的有效！我的寿元流逝渐慢了。我能感应到这片空间与你有极深的联系，连我的寿元都能被这长生界滋养，想必要住进来，代价应该不小吧？倒也没什么条件，这长生界内，将来要住进来的会是我叶家的绝对嫡系。前辈愿意在长生界中坐镇修行，本就是我求之不得的好处。你是想让我老头子在这里帮你保护后人？确有此意。够坦诚，对我胃口也罢。你既然愿意让我住长生界多活些年，让我有机会再重击一次平静，我为你叶家做个护道者，又有何妨？多谢前辈。没想到啊，前几集我还威胁你，结果却靠你救我的命，真是惭愧呀！前辈不用自责，你要是真的过意不去，我倒还有个意见。直说无妨。我是这样想的，叶家有不少适龄的年轻男女，但城中大部分家族都已经与叶家有过联姻了。如今小辈族人婚嫁之事，都要跑去很远去寻缘。若严家有适龄小辈，这哪叫什么条件呢？这我赚大发呀！叶家这些小辈，连混沌体、天妖体这些都随处可见。如若联姻，严家也都多出不少妖孽后人。严家本身血脉之力就不弱，能大规模联姻的话，以后诞下天骄后代的概率绝对会增加不少。叶老弟，我已经给严家传过消息了，过几天就让族中年龄适合的小辈来叶家举办相亲大会。从今往后啊，咱老哥俩就是老亲家了。以后你的事就是我严破天的事。我靠，这啥情况啊？灵儿，这不是你家那些被我揍过的堂哥堂姐们吗？哼，你还好意思说？谁让他们当年抢我寿奶来着？话说，看他们这架势，不会是在相亲吧？我问过爷爷了，他说是他和你爷爷商量好的，让族中适龄的年轻男女相亲联姻。你干嘛去啊？我挑挑看有没有合适的。爷爷在这种事上奖励很大方啊！你敢！在宿主的不懈努力下，家族成员数量超过2万人，奖励发放中。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恭喜宿主获得大成期巅峰修为。大成期。由于本次奖励修为较多，将分次进行发放，宿主还有10秒钟时间准备。天劫即将降临，倒计时10、9、8。接着是要到天劫了。所有元婴期以上的人听命，待修为较弱的族人进入长生界中规避。是，小叔叔。叶浩，你有至尊骨在身，夜渡天劫的时候，你在我身边观摩，我会护你周全。另外，让叶凡、叶灵、叶岩等拥有天骄血脉的人都到外围观看，切记不要靠近爹周围10里范围。长安说的没错，我儿叶童果然有大帝之子。这就是突破大成期的天劫吗？这是突破大成期的天劫，叶老弟要渡劫了。在长生界中修养了10年，本来走到尽头的寿元，如今恢复了不少，这个人情必须要还。长安老弟，老夫来助你一臂之力。来得好。长安老弟，我来助你。什么？长安老弟要渡的天劫比我那时强了这么多。严前辈，不用插手，我自己能行。少来这套，老夫还能帮你顶几道雷。这雷劫威力非同凡响，让你自己一个人承受太勉强了。是没用，只能帮你到这儿。这么热闹，妹夫，渡天劫怎么不喊我？这等场面怎么少了我来帮忙？如今我也来助你。没想到他们竟然都来了，这场面还挺让人感动的。你们人都怪好嘞。够了，最后一道
自己来，有系统的力量在，我扛过天劫毫无悬念。但别人不知道此事，却都愿意为我挺身而出。怎么回事？是何方道友在对天劫？启禀门主，突破大成期的人是叶长安。什么？是他？上一次本座听说叶长安的消息，他还不过是个化神期的蝼蚁，这才几年，他竟然开始突破大成期了。门主，圣女与圣宗的婚事，老挝重新考虑一下。叶长安修行短短20年就迈入大成期，此等天赋也未必配不上圣女啊！荒唐！仙门与圣宗的联姻乃是万年以来的传统，绝不可改变。可是，怎么，你要教我做事？属下不敢。哼，不敢就好。身份，有些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插言。是。半年后，封天大阵解除，本座会亲自出手，就算是绑，也要把琉璃绑去圣宗。至于叶长安，本座亲自去会会他。双华，我没事。恭喜啊，妹夫，终于踏入大成期了。现在的你才算真正有资格成为我秦家的女婿。同喜，同喜，恭喜呀，长安老弟！如今的你已经正式有资格与我等大成期互称道友了。多谢前辈。哼，叫我什么？多谢大哥。这还差不多。不过你不必谢我们。说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渡天劫能这么顺利。唉，当初我用了整整半个月才熬过9重雷劫，中间几次差点魂飞魄散。这么凶险？200多年前我渡天劫的时候，也花了7、8天的功夫。我用了3天，这已经创造圣宗历史了。虽然中间遇到点意外，若没有这场意外，我们还未必能认识呢。结束了，没想到爷爷竟然这么快。我看古籍中记载，很多人突破大成期要花费1、2个月的功夫呢。这就是天劫的力量吗？现在的我果然还差太远了。算了，不说这个。今天我爹突破大成期，通知族中所有人做好准备，举办庆功宴。长安，你现在也已经是大成期强者，有些事情该提前未雨绸缪了。你是说琉璃的事？还有4年时间，琉璃姐姐布下的封天大阵就会消失。尽管我哥不打算跟她联姻，可仙门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言之有理。叶长安，出来！哟，还真是说谁谁就到呀！大舅哥，来者是那位仙门门主吗？没错，就是他。妹夫别慌，我等陪你一起去会会他。算我一个。我跟仙门虽然不熟，好歹也住在你家这么久了，仙门要来找麻烦，先问过我再说。爹，怎么了？庆功宴，你跟你几个哥哥先主持着，我有些事情需要去解决一下。没问题，爹，你放心去。我先跟他聊聊。好，万事小心。你就是叶长安？正是。不知仙门门主亲自大驾光临，还真是有失远迎。废话少说，叶长安，本座今日来是通知你，你最好死了对琉璃的心思，否则就算你突破大成，仙门想杀你依旧易如反掌。哦，是吗？你威胁我？谈不上威胁，实话实说罢了。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发誓远离琉璃，要么明日世间便再无叶家。啥人？突破大成以前，人家天天威胁要灭我叶家，现在我都大成级了，还被人威胁要灭我叶家，那我不是白突破了？别做无谓的挣扎了。于你而言，突破大成期足够让你沾沾自喜；可对我而言，大成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看来只能我来当这个恶人了。叶长安，虽然内心足够坚强，得罪道心一蹶不振呢。叶长安，见你刚刚突破，本座不屑以大欺小，让你3招，动手吧。确定要打？拿下他！是。什么？大长老，你是个好人，最好内心足够坚强，可别被我打碎道心，一蹶不振。我操！什么？想杀我威风，他不行，你身后那7个也不行。小子，少他妈看不起人！你跟谁俩的？偷袭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堂堂正正单挑啊！你的实力的确比我想象中要强一点，刚突破大成期便能完胜几位大成中期，过强。不过就凭这点本事，还不足以让你撼动仙门。我真杀过的强者中，实力比你强的数不胜数，凭你的实力还不足以挑战仙门。不试试怎么知道？哼，冥顽不灵，看来不搭上整个叶家，你是不甘心了。既然这样，那我成全你。想动叶家，先问过我。花仙子，不要插手仙门跟叶家的事儿。插手？长安是我夫君，我是他的女人，护他理所应当。这俩人怎么还搞一起去？这下可有点麻烦。欺负不到1000岁的年轻人，算什么本事？仙门门主是吧？咱俩都是活过几千岁的老邓，要不咱俩练练？谁？中州严家严破天。中州严家，你们也要帮叶家？没错，别想动我叶老弟，除非我死。第二，我的确可以不将他们2人放在眼里，可这严家的老怪物今年已经5、6千岁，比我还早一个时代，真若动手，怕是麻烦。既然都来了，也不差我一个了。晚辈秦长歌斗胆请师叔赐教。哥，你也要帮叶长安？我说前辈，论辈分你也算我师叔了。人家长安跟琉璃老妹情投意合，我这名义上的未婚夫都同意了，您老干嘛非要乱点这鸳鸯谱？住口！大逆不道的东西！仙门与圣宗向来亲密无间，万年联姻传统岂可断在你们这一辈？今日纵使以一敌4，本座要捍卫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这么说，前辈今天是非要动手？没错，仙门的规矩容不得任何人践踏。长安，你也以为他们都帮你给他稳操胜券了？修边幅的圣子和大成中期的小丫头，半截入土的老东西，就想斩你，他们3个护不住。说我是半截入土的老邓，你等着，今天这老邓不把你屎都打出来，算你拉得干净。各位，且听我一言。你又要如何？既然要打，不如就你我2人单独正面一战，如何？你疯了！单挑你跟我？夫君，他……放心，我自有分寸。你我单挑，我若胜了你，我与琉璃的事，你便不得再插手，如何？今日有这3人站台，想灭叶家显然不同。就连杀叶长安，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估计他是在虚张声势，给自己谋个退路。你若败了，从此以后便远离琉璃。另外，叶家必须归附仙门，永世为奴。要不要点脸？我人多，本来是群殴的，我妹夫不想欺负你，越阶于你单挑，你还提永世为奴这种条件，怎么着？没把我这个娘家人放眼里是不是？大九哥，放心，我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晚辈叶长安斗胆请前辈赐教。这家伙如此有恃无恐，到底凭什么？难道他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底牌？如何？前辈可考虑好了？真是自不量力！哼，出招吧！真仙剑，进来！万剑归宗剑阵。至尊圣体，开！无极道体，开！血开！什么？这小子
才刚突破就这么猛？不愧是我男人，长安真帅。承让。没想到短几10年，他的实力竟然恐怖如此，连我都不是他的一招之敌呀！哦，哥几个来了，让我挪挪窝，给你们腾腾地方啊！咱们怎么办？别躺就躺好，长安那小子能一瞬间击败我们，伤我们性命，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大哥，你怎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能一招打飞你，就能一招打死你。别忘了，这小子刚才凑我们的时候，连剑都没拔。挪挪窝，门主腾地方。我竟然败了！按照约定，前辈你败了。是我败了，刚才你留手了，不然那一剑我至少要重伤。希望前辈言之有信。哼，这种事不必你教我做。今天开始，你与琉璃的事情，本座不会再插手。多谢前辈成全。前辈，门主不要啊！我会信守承诺，但仙门万年传统断送在我的身上，本座唯有一死，才能向列祖列宗谢罪。不是，堂堂仙门扛把子，这么玻璃心吗？只打输了1场，就要以死谢罪？长安，你小子别愣神，过来搭把手。怎么？难道本座连自我体面的资格你们都要剥夺吗？不至于啊，师叔。我知道你的想法，不就是想让仙门和圣宗继续保持攻守同盟吗？没有足够的关系维持，结盟随时都可能破裂。那也没说非得靠联姻才能维持。什么意思？大舅哥，你……没错，我妹跟我妹夫的儿子叶腾是我圣宗的下一代继承人。继承人？没错，你仙门完全可以让长安跟琉璃的孩子成为下一代仙门的接班人。这不是琉璃都还没回来呢，你就开始卖我儿子了？问过我了没有啊？我说某些人啊，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好不好？圣宗和仙门都成你叶家的，到时候整个大陆你都横着走。这才不道理。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这妹夫可是同时拥有荒古至尊圣体、混沌无极道体、太初索隆血脉，数种最顶级的天骄血脉在身。就他跟琉璃在一起，我都觉得是琉璃高攀了。门主，我觉得秦少主说的没错，这叶腾的血脉天赋你也看见了。若仙门将来没有能与其天赋对等的妖孽崛起，日后仙门怕是要被圣宗压过一头啊！连你也这么说，也罢，终究是我着相了。秦少主的建议，等我回仙门后会召开长老会议商讨决定。你们放心，本座不会再自寻短见了。叶长安，好好待我徒弟。前辈放心。你小子藏得够深啊！大舅哥过奖了。谁他妈夸你了？你知不知道，本来我们都做好拼命的打算了。仙门那位啊，可是跟我老爹一个级别的，都是大成期绝对巅峰的强者。好了好了，总归是把事情解决了，咱们回去继续庆功宴吧，喝他个1天1宿，不醉不归。丁，在宿主的不懈努力下，家族成员数量超过10万人，奖励发放中。短短3年，家族人口整整翻了1倍，真快呀！不知不觉，叶家的规模比30多年前扩大了整整1000倍。丁，奖励发放中，恭喜宿主获得真仙期修为。真仙期，仙门门主3000年未能寻到的仙物，不经一步直接踏过了。丁，恭喜宿主获得先天极品灵石矿脉10座，已存储在系统空间内，宿主需要时可随时取出。长安，你快看，这是叶浩和灵儿的小女儿。这孩子虽与我并无直接血缘关系，但他却觉醒了与我相近的血脉，我想亲自指点他修行。去年大舅哥就把腾儿接走了，双华的实力又比叶家其他人强大太多，很难找到个聊天解闷的人。他若愿意指点这孩子修行的同时，倒也能为他解闷。既然感兴趣，那就依你。长安，你的气息……
被你发现了，果然还是瞒不住你。今日我偶有所得，修为小有进展。真的只是小有进展吗？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变强了很多？再跟仙门门主过招的话，大概3期开吧。才3期开？我用30%力量吊打7个仙门门主。封印的力量正在迅速衰减，看来距离我脱困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老东西，别白费力气了，我已突破大成，就算是同为大成期的修士，也无法挣脱这囚笼。你有本事杀了我！杀你？那太便宜你了，因为封天大阵的力量又在波动。没想到竟然真的如此狠心，杀光了整个太玄圣地的人，用来提升自己的实力。父亲、母亲，他会不会把我们也……应该不会。可他不是说恨极了我们？难道母亲她其实还是对我们……孩子，你错了。你以为他不杀我们，是因为对我们有感情吗？难道不是吗？你太天真了。封印即将破除，柳如烟已经彻底堕为邪修，为天下所不容。他需要有人吸引别人的注意，否则仙门的人一旦来了，第一个便要杀他。是说，我们不过是他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如烟，你也配直呼我的名字？若非留下你们的性命可以掩人耳目，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时间差不多了，等琉璃仙子留下的阵法消失，老匹夫，你第一时间冲出去，别想耍什么花招，否则你明白下场。我知道，只要你不伤害我们的，你不伤害那孩子，一切我都听你的。10年前，我就杀光了太玄圣地最后一个弟子。我已经整整10年没能吸收别人的生命力了。正好等到封印解除，便先去叶家，他们满门。叶长安，你叶家不是能生吗？正好就拿你来当我变强的养料。封印力量在持续消散，照这样下去，顶多半个时辰，阵法就会彻底失效。奇怪，太玄老祖虽然只有渡劫期，但想必也能感应到封天大阵的力量在消失。就算没我感应的那么清楚，也大差不差能判断出今天是封天大阵消失的日子。太玄圣地怎么如此安静？叶族长，门主不用这么客气。不是说好了，您是琉璃的师尊，琉璃无父无母，您便是我的岳丈，咱俩之间哪还用这么客气？也罢，是我着相了。长安，我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你注意到没有？太玄圣地里太安静了。我也有同感。是师尊，他怎会在长安旁边？难道长安被他威胁了吗？师命难违，若师尊实在不愿意放过他，大不了我便将这一身修为还给仙门。纵使情义终难两全，我也希望他能好好活着。我土琉璃为师今日前来，有2件事要跟你说。你要说什么？这丫头是个认死理儿的，她这般架势，8成是觉得本座威胁了叶长安。哎，真是女大不中留啊！第一，你与秦长歌的婚约作废了。当真？你这丫头，本座还能骗你不成？第2件事就是我跟长安约好了，过几天啊，为你们举办大婚，婚后你们2个生下的第1个孩子要随我回仙门接任下一任门主之位。怎么，你不愿意？愿意，当然愿意。弟子谨遵师命。现在知道听为师的命令了。30年前你找到叶长安的情报，偷偷跑出仙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我说老邓，过分了啊！我们分别这么多年，还没来得及说2句话，你咋就训上人了？你拳头大，你说了算，我这就闭嘴。分别这么多年，想我没有？长安，他的气息变化好大，我竟然完全看不透他的修为了。别这样，还有别人在呢。
你还没说你的修为。运气不错，这些年小有成就。小有成就？你一脑瓜崩就把我秒了，这叫小有成就？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琉璃，我们等回家再叙旧，有些陈年旧账，现在该好好清算清算了。好，都听你的。太玄老祖，好久不见，我等这一天可等了太久了。这是怎么回事？跑！快跑！柳如烟，柳如烟，她坠入魔道，献祭太玄圣地数万修士性命，如今已成邪道大成器。你我恩怨暂且不谈，快跑去找仙门求助，不然所有人都得死。不是，说清楚。老东西，你太让我失望。你以为我没防着你会反水吗？这是怎么回事？是禁制，这禁制直接被种在了他的魂魄里，如此残忍，是邪修的手段无疑。好可怕的气息！没想到他竟然成了此等气候，这等实力的邪修，我一个人恐怕不是他的对手。是你。没想到吧，风水轮流转。当初在你寿宴上，你羞辱完我，没有杀我，这将会是你最后悔的决定。我本想趁那老东西吸引你们注意，先离开此地，给你们留几天的活路。没想到那老东西竟然敢背叛。既然这样，那我只能杀掉你们所有人了。杀光我们。叶长安，你放心，所有人里面，你会是死得最惨的一个。毕竟我会沦落到今天，可都是拜你所赐。你沦落到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若你不找叶岩退婚，会有现在这档子事？闭嘴！我会有今天，都是你害的。你若老老实实退婚，当个被太玄圣地碾死的蝼蚁，我岂会沦落到这个地步？这小丫头疯了，没救了。叶长安，今天你必死无疑！我说的。长安，给我死！什么？整个过程中，他连一丝契机都未曾露出。我修噬魂神功，同为大成器，连仙门门主都未必是我对手。难道他比仙门门主还要强大？门主，大小哥，保护琉璃和双华走。长安，我要跟你并肩作战。乖，听话。区区一个疯丫头而已，我还对付你。好，那你万事小心。这等关头还敢分心，找死！你家长辈没教过打扰别人小别胜新婚是件缺德带冒烟的事儿吗？你说什么？30多年前你破坏我100岁寿宴的时候，我全当你是小孩不懂事，懒得与你计较。那天我能随随便便拍死你，今天也一样。你找死！30年前你见我如萤火观皓月，而今你见我如蚍蜉见青天。会这么巧？前辈，本座一直藏在你体内，算是为你留了道保命的底牌。你为我完成心愿，今日本座便成全你一场。往西300里有座城池，别忘了，我们是邪修，没必要按正道的方式跟他们打。本座很喜欢你刚才那句话，不过在本座面前，你才是浮游。稀里糊涂说什么？有什么话跟我的全显班，跟我的真仙期修为说吧。这还是我的夫君吗？他怎么变得这么强？琉璃姐姐，夫君他厉害的可不止实力。长安，快阻止柳如烟，他要屠城！这就去。好爽！我等这种感觉已经等了整整10年。踏入大成期巅峰，叶成安，你实力强大又如何？不管你有多强，我再屠一城的人，便能超越大成，踏入真仙之境。
你没这个机会了。怎么可能？他怎么来的这么快？怎么会这样？前辈不是说会帮我拖住他吗？难道说叶长安的实力已经强到能秒杀那位前辈的层次了吗？柳如烟，你若只对太玄圣地的人出手，或许今日我只会废你修为，将你交给仙门处置。但可惜，你不该对无辜的凡人动手。叶长安，你还真是天真呐！他们这种蝼蚁的贱命，能成为我变强的养分，那是他们的荣幸。放心好了，这份荣幸我同样会赐给叶家。等我杀了你，你叶家所有人都会成为我的祭品。唉，简直无可救药。少废话！我不知道你刚才用了什么下贱手段，竟然害死前辈。但现在的我跟刚才可不同了。就这？哼，虚张声势，有本事你别躲啊！这件衣服是当年琉璃亲手为我送的，我只是不忍弄脏这身衣服罢了。你不会真以为老夫会怕你吧？啊，他竟然还留着那件衣服。什么？他竟然是真仙期！我靠！原来他真已经突破真仙期了，怪不得昨天他一个脑瓜崩就把我秒了。叶老弟竟然连我都瞒着，回去之后定要罚他多喝几杯。我妹夫撑大腿了，靠，太爽了！我爹再逼我结婚啊，我就让我妹夫给我撑腰。真没想到，才短短30年，他竟然超越了我们这么多。那可不，也不看看是谁的眼光。诸位，以我们的实力，虽然没法参与正面战斗，但也不能干看戏。夫君动真格了，柳如烟快败了，拉开包围圈，别让他跑了。言之有理，若让他跑，后患无穷。这有何苦？徒劳罢了。该死，你这老匹夫，竟然又在装弱！我可从没说过自己是弱者。我为了获得实力，不惜堕入魔道，最后竟然还栽在了你的手里！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不甘心啊！是你自己固步自封，坐井观天。遗言说完了，那就准备上路吧。等一下，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还不想死，你我之间其实也还没到那种不共戴天的地步。你若放过我可以付出代价来换自己的命。代价？没错，我愿用噬魂神功来换我的命。你觉得需要这些旁门左道的东西？这一剑能斩你头发，便能斩你头。我承认你现在的确很强大，可是路漫漫，你总有一日会遇到瓶颈的。你得到了这功法之后，遇到瓶颈也能有机会再次突破。尽管现在我不是对手，但只要给我时间去献祭更多的生灵，我必能将他踩在脚下。而只要他修炼了我的功法，我可以在里面留下后手。到时他还是死路一条。怎么样？用一些蝼蚁的性命换更加长远的仙途，这笔买卖你不会亏。我觉得不怎么样。少在那里装了！我不信这世上还有不可求实力的人。你难道就不想变强吗？变强很难吗？你来路不明的功法，我可不要。你这么恨我，谁知道你会不会在背地里给我下绊子？废话说完了，该上路了。什么？叶长安，你实在太愚蠢了！你真以为我会向你求饶吗？刚才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麻痹你而已。长安，这是天魔解体大法，是邪修的顶级逃命秘法。只要有一缕生机逃出升天，就能滴血重生，卷土重来。我操，明着开挂，眼都不眼了是吧？叶长安，今日我的确不敌你，但等我解体重生，献祭更多圣灵变强，我必灭你满门。这就不必了，因为你没有这个机会。什么？这是琉璃的封天大阵。我没教过他，他怎么？夫君已是真仙境，我在古籍中曾见过。所谓真仙，一眼可看破万法。灭！我不
可悲啊，你对力量一无所知。长安这是在做什么？还好，这些人刚死不久，太玄圣地那些我就没辙了。这是传说中的功德金光。夫君，你怎么样？没受伤吧？那你也太小看我了，妹夫。前几十年，你大舅哥我是你的靠山，以后啊，你就是围剿我的靠山了。我要在大陆横着走。叶老弟啊，今天你可是让我们开了眼了。走，现在柳如烟已死，接着打胜仗，还有你与琉璃仙子重聚的双喜临门，回去定要举办个热闹的庆功宴，咱们无醉不归。真的。怎么了？我刚才突然发现太玄圣地内还有一道气息。还有一道气息，会是谁？我也不确定，不过他周围被柳如烟布下了一道屏障，保护的极好。柳如烟已经堕入魔道，连同门甚至他的师尊都伤了，这样的人竟然也有要保护的人。走吧，我们回去看看。你们是什么人？这是先天道体，没错。没记错的话，柳如烟也是先天道体。你跟柳如烟是什么关系？是我娘亲，不过她不让我这么叫她。妹夫，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言之有理。柳如烟死了。我知道，从娘亲走上那条路的那一天，我就知道她一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唉，我起初很不理解，柳如烟都已经堕入魔道了，竟然还留着几分人性。现在倒是理解了。你要斩草除根吗？或许吧，有什么遗言吗？或许我的诞生本就是一个错误，给娘亲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我应该谢谢你，因为你让娘亲得到了解脱。柳如烟的确不是个好人，或许也不是个称职的母亲，不过她还是爱你的。什么？这上面的力量来自噬魂神功的灵力，我不能让她留下来。不过东西倒是可以给你，做个纪念。你不杀我了？你若立誓将这恩怨翻篇的话，我可以不杀你。可我也不知道自己活下来究竟有什么意义。父亲、母亲都已经死了，太玄圣地也没了。这种事情问别人没用，还是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吧。太玄圣地很小，但世界很大。叮！恭喜宿主获得世界种子，激活后可开辟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我操，这是好东西！开辟独立世界，哪怕以我现在真仙大圆满的实力，都还做不到。筒子大气啊！叮！恭喜宿主获得神级补天丹100颗。不是筒子，刚夸你2句你就整活了是不是？你自己说，我现在的实力要丹药有啥用？当糖豆吗？叮！神级补天丹可修补破碎的成仙路。我操，筒子牛逼啊！我承认，刚才我说话声音太大了些。琉璃，怎么了？师尊来了，在会客厅外求见。好，我这就过去。门主折煞我了，再怎么说你也算是我的长辈，怎能行如此大礼？仙道世界实力为尊，你如今的实力可以说是修仙界旷古绝今的第一人，该有的礼数自然不能少。我傲不过您老，找我什么事儿？圣宗叶腾前不久横扫年轻一代天骄，独占鳌头，我也想来看看仙门未来的继承人。哎呦，小祖宗，轻一点！说起来，你跟琉璃想好了没有？将来要让哪个女儿来继承仙门？这还没想好。那你可要抓紧时间了，仙门的功法要早早启蒙。你要实在不好决定，那就2个都修炼仙门功法。你想了没？啊，对了，门主，我倒是有一个提议，既然仙门和圣宗将来的继承人都是我儿女，不如考虑考虑合并的事情。这倒也未尝不可。不过仙门与圣宗都是发展万年的庞大势力，有些事情我还要和圣宗的那个老家伙沟通一下。好，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既然都谈妥了，那我宣布，从今日起，圣宗和仙门合并，从此以后改名仙门，第一任盟主。想都别想！现在全修仙界就你最强，这盟主你不当，那就没人有资格当。等等，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可都几千岁了，你才100多岁，正是打拼的年纪，总不能让我们这把老骨头来折腾吧？好，玩赖是吧？那我就挂个几年名，等再过几年，我儿叶腾实力更强些，就让他来接班。长安这家伙已经快半个月没回来了，自从他当上仙盟盟主，就天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姐姐是想夫君了吧？还在呢，你瞎说什么呢？都老夫老妻了，竟然还害羞。琉璃姐姐脸皮真是薄。琉璃老祖，双华老祖出大事了！怎么回事？长安他怎么了？老祖宗又要纳妾了！